美国陆军眼中中国火箭军有多大威力？结论是东风快递那真的惹不起。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呢，我们说过美国陆军条令对解放军陆军和空军的评价了。今天呢，我们再说一说美国陆军怎么看待中国火箭军。很有意思啊，我们中国大陆的网友一说到火箭军、东风快递，基本感觉就是攻无不克，毕竟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然后我们再看一看美国陆军这个条令啊，内容跟咱们大陆网友说的基本也差不多。如果说有差异，那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说，哎呦，东风快递厉害了，而美国陆军的呢，除了说东风快递厉害了，还能给你解释清楚为什么厉害了。不过说实话，就是美国陆军介绍的中国火箭军啊，在我看来好像能力还有点缩水，就是我们实际比他讲的应该还要再强一些。美国陆军这个条令说呢，中国火箭军是负责中国战略导弹和大部分远程战术导弹的机构，是全世界最大的导弹部队，拥有超过1000枚各种弹道导弹，300多枚远程巡航导弹。就这块我总觉得数字可能有点缩水。美军呢没有这种部队，因为美国的陆基洲际导弹归空军，潜射弹道导弹归海军，少量短程弹道导弹归陆军，而海军、空军还都有各自的巡航导弹，以后陆军可能也会有，所以它是把导弹分散开了，我们是集中的。另外呢，在使用方面，洲际弹道导弹和远程弹道导弹是国家掌握控制权，但是短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我们战区司令部就可以使用。对于中国的洲际导弹呢，美国人评估大概是有60到70枚，而且提到了中国内部也在对核战略是不是要改变、如何改变进行讨论。有意思的是，美国陆军在很认真的评论说，这些导弹呢数量太少。我觉得既然美国陆军说那么诚恳，我们应该听取意见，让我们的洲际导弹数量更多一些。而相对于核武器呢，美国陆军对中国的各种常规弹道导弹评价就是，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能力最强的力量之一，是中国反介入作战的重要部分，主要打击对方的机场、码头、补给站、雷达、指挥、通讯节点。特别是新的导弹专门打击各种加固目标或者是移动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航空母舰、反导设施。至于说打谁的航母跟反导系统，大伙儿都明白。条令还解释，中国火箭军这些能力来自于解放军作战体系中最大的投入，而且是最有效的不对称打击手段。条令还感叹，中国没有加入中导条约，所以在发展弹道导弹方面，中国可以完全自由，不加限制。而且呢，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条件，就是想让中国削减，中国也不会跟美国谈。另外，美国人还认为，中国的弹道导弹发射车机动部署，保护他们的设施非常坚固，因此很难在发射之前对这些个导弹发射装置或者车辆进行瞄准或者消灭。而中国火箭军的战术也是先进和成熟的，充分利用了可能的能力套件，是火箭军跟网络战和电子战和空军和海军部队相结合，使用体系作战、联合打击的手段来破坏或者摧毁对方的反导系统啊、防空系统。并且说中国弹道导弹准确而精确，用了2个不一样的词啊。准确是指想干掉谁就能干掉谁，而精确是指打一个目标的时候，多枚导弹可以落点非常密集。而且呢，我们是集成了先进的监视和瞄准能力，配备了先进的突防设备和反制措施。换句话讲，这里边指的应该是我们的高超音速弹头，并且呢，可以用复杂的结构化攻击。解放军将寻求机会消耗对方昂贵并且稀有的各种反导拦截器，击败或者摧毁防空雷达，并且击沉、损坏或者是威胁防空的水面舰艇，使解放军在战区获得充分的机动自由。所以啊，我们看了看美国陆军这些评价，这也充分说明我们平时真的没吹牛。但是我们不知道，美国陆军辛辛苦苦写得很诚恳的这个条令，印度和台湾他们信还是不信？好，关于美军眼中的中国东风快递，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